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看完李现肖战杨紫的2025演技高光时刻，我再不信顶流不会演戏。但经历了2025，我们才懂得，流量不能证明流量明星的票房价值，因为流量如沙滩，终究有限。而流量真正的价值在于出圈，因为出圈如涨潮，那海浪广阔无垠。说到底，流量明星凭演技演出的经典角色，带出的全民回忆，才近乎无价。流量宇宙正在起变化。一份最新公布的2025头条白皮书，明星综合热度榜出现了肖战、李现、杨紫、周冬雨等名字。初看不过是又一批顶流，但看仔细一点，这一年由他们撑起头条的华语电影发生了什么？票房半程逆袭逆天改命，全年拿下642.66亿，票房前10，8部国产电视剧市场减产，爆款出圈。陈情令亲爱的热爱的俘获大批陈情女孩，现女友数量下来了，品质上去了。看出来没？流量王朝正在和国产影视一同经历善变，而新一届顶流们的高光时刻，汇成了中国影视过去一年的高光时刻，又凝聚成光束，烛照未来。2025与某些年轻演员是严寒，与他们却春光灿烂。凭什么？就凭2个字：演技。过去顶流意味着粉丝看见名字就沸腾，2025人们却是先被角色圈粉，再记住名字，然后或成就顶流，或完成蜕变。他们过去一年的高光时刻，既改写了流量世界游戏规则，也决定了华语影视未来的可能性。那么这届演技派顶流配得上你们的年度最佳头条吗？配。李现肖战演技到底算不算好？爆款顶流有演技吗？绝大多数谈起这个话题，真假难辨。粉丝群谈爱豆演技，往往是彩虹屁的某种回音。普通观众谈流量演技，往往一句流量有什么演技轻易否定。但捧和踩都不是事实。且不说李现肖战这样的顶流本就是凭角色崛起，就算换人来演相同角色，爆款也未必是今日的爆款。这些顶流的起点原本就不是流量，是老老实实的演出一片天。肖战2025年夏天凭《陈情令》一飞冲天，一位非科班出身的演员对魏婴的精准塑造与真挚演绎获得了观众的认可。李现早有爆款在手，但一部《亲爱的热爱的》终于完成流量升级。但回到角色，实事求是，他们的演技达到怎样的水平？先说肖战，一个字真。导演郑伟文曾表示，之所以选择肖战，是因为他的纯净眼神与魏无羡的真性情非常贴合。但《陈情令》的口碑提升实则更像是小火慢炖。开播之前剧照放出，原著粉一片吐槽，可是几集下来，云和数据显示，肖战的弹幕好评占比已经达30%，是同档期剧集中弹幕好评占比最高的艺人。肖战有什么魔力？无他，真的进入角色。原著里的魏无羡，曾有网友评价到该闹时身前哪管身后事，潇洒自由少年心性，该战时英姿飒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为了进入角色，肖战提前1个月进组，学习礼仪、乐器、书法、武术。正式开拍，一开始是演出了角色活泼好动、不拘一格的天性和善良品性，如此而已。当角色命运转变，观众才发现，肖战的演绎如醇酒，藏得深，只有饮酒者懂，才能品出其中的滋味。遭逢巨变、性格大变的魏无羡，动作、神情、姿态开始变得隐藏和安静，
但角色力量却往外涌。越看到后面，就越能明白这些表演对于塑造人物的变化，引导到后来的悲剧性命运是多么的必要。一个出场的明朗少年，也因为后面的分量，让人越看越清晰。肖战的演绎在于演出了一部少年侠客成长史，从年少无忧到后来被卷入江湖争斗中，观众在他身上清晰可见的是成长带来的变化，也是新武侠的风骨。肖战演绎角色时，真的是在用本人情绪进行沉浸式的演绎，到后期角色自带一种收放自如的淡然，情绪的控制，情感的内敛是欲盖弥彰的收，片刻间不经意的真情流露是埋藏在夷陵老祖外表下那个少年的放矛盾，但也丰满。肖战的沉浸式表演当然称得上精彩，说他演技不行的，想象一下，换一个人主演，可还有今日的《陈情令》。再说李现，一个字变。亲爱的，热爱的之前，李现有没有演技，已经无需争辩。从法医秦明到河神，李现当然有演技，但在一部高甜爱情剧里，还有演技吗？李现的变，在于变得韩商言附身。韩商言是谁？不是小河神也不是李现过去任何一个角色，所以角色的表情少了，表面看不再像河神那么灵。角色的动作慢了，似乎没有当初一个猛子扎进水里浪里白条的河神带劲儿了。前2集还真有观众这么评价。不到1周，全世界真香。进入7月，头条成了被李现支配的7月，朋友圈10个有9个都是现女友。凭什么？李现收起了李现，又用小火慢炖，让角色表面又硬又冷的一面融化了，又暖又萌的一面展露出来。还不止，韩商言的软萌只为童颜一个人绽放，这就不得了。谁不想拥有一个对整个世界冷静，只对你一个人柔情似水的霸总？这个角色又成了。李现怎么变的？早在电影学院那会，老师就问李现想成为演员、艺人还是明星。李现回答演员，但老师告诉他，为什么不能3者兼顾呢？亲爱的，热爱的成为一次流量演技的示范代表作，不放弃一个演员真正的演技，但真演技也能带出流量的洪荒之力。看得出，这2位2025年都绽放出演技高光时刻的顶流，表演方法南辕北辙，但又有高度一致的地方，都演出了角色那种澎湃的生命力，塑造角色中都带着奋不顾身的狠劲儿。表演不是戴着面具，而是脱掉面具，去刻、去默、去进入角色，到最后让你燃。谁说流量明星演技就不高级？杨紫、周冬雨这样的演技小花还能突破吗？这种演技带动的流量逆袭当然璀璨，但2019年的流量演技高光还有一种，凭演技升级再上头条。也来2个例子，杨紫、周冬雨。一个是2025公认的爆款剧小花，一个是金鸡奖开幕大合唱被4大男神簇拥的 C 位担当。一个共同特点，去年之前已经公认演技能打。另一个共同特点，2025之后又被发现演技的另一种可能。先说周冬雨，她的升级是收起那把惯性的俏。山楂树之恋之后，7月与安生之前，周冬雨演什么总被质疑摆脱不了静秋的影子。有人评价一辈子只能演一个角色。7月与安生之后，少年的你之前，她影后加身，演技蜕变，再没人说她只能演了静秋了。可新的疑问又在出现，怎么演总好像有周冬雨的影子。0是周冬雨演技的精髓，但渐渐的也成了束缚。少年的你周冬雨让人惊喜，因为曾国祥一开始就对他说，把周冬雨的那一套统统拿掉。拿掉了又如何？不灵了，变沉了。哭戏说的太多，
我们就说几场和易烊千玺的对手戏。一场坐小北摩托车的戏，是两个少年有种情绪在无声飘扬。易烊千玺的表情遮不住窃笑，周冬雨呢？惬意舒适，到最后微微一笑。再来一场，还是坐摩托车，是陈念无家可归时，再看周冬雨的表情，那是向小北寻求帮助时的无助与羞愧。在这里，周冬雨贡献了影后级别的演技，并不是情绪激烈的哭戏，而是普通的过场戏，却足以令人飞快忘掉她是周冬雨，而进入陈念的生活。再来一场，陈念走在前面，小北在后面默默保护。周冬雨的神情轻松、淡定、温暖，像有一种东西无比笃定地扎根在心里，就像绝境里的人，一道光透过缝隙照进来，让人突然感受到了阳光的暖意。最后说一场，影片的尾声，两人再重逢，看周冬雨的脸，从大笑到悲喜交集，到最后收敛了笑容。一个镜头补齐了所有的经历，那笑容是灰色世界里开出的最美的花。整个角色塑造中，周冬雨都提到一个字：难。但正是难，才能突破过往根深蒂固的表演惯性，难才能重建演技的城墙，难才是尊重角色的生命。演一个角色，赋予角色一次新的生命的，还有她杨紫。在我心中，杨紫已然成为中国青年演员中当之无愧的宝藏女孩。她到底宝藏在哪？杨紫的演技升级在于国产甜宠剧演技升级。老实讲，亲爱的、热爱的，杨紫的角色童颜一开始就输3分。别问为什么，问就是角色好好一个白富美，为啥要穿成这样？粉卫衣、粉裤子、粉裙子、粉色毛绒外套、粉头巾、粉围巾，还有粉色行李箱，要不就是超级显胖白色长裤，以及灰色长筒袜加银色高帮厚底运动鞋。杨紫真正的颜是这样的好吗？但就是在造型先生不夺人的基础上，杨紫硬是靠自然生动、不刻意、不做作的演技，演出了角色恋爱中的呆萌。傻白甜从来不好演，演过了像智商不行，演不到位像白开水。杨紫偏偏很讨喜，演什么像什么，演什么都很可爱。当然最出圈的还是哭戏。韩商言大猪蹄子上身假分手的时候，韩商言凭良心虐心，潜台词懂不懂？杨紫一句不懂，一颗眼泪不多不少，不早不晚的夺眶而出。另一场戏说出我的小毛驴不见了，他忍住不哭，观众的心却在颤抖，眼泪不受控制的要流出来。杨紫这个完成度很厉害了。最厉害的就是把一个甜宠剧中深度平平的角色演出了强大的共情，而且高级，全程没有摆出皱眉瘪嘴眼药水哗啦啦流的哭唧唧，而是演出了角色情绪的起承转合。这是杨紫与众不同的傻白甜演技。简单人物真的好演，但其实杨紫在拍戏前知道自己是电脑白痴，就特意去学了跟计算机、电竞有关的功课。看上去体现的不多，但有些功夫观众一眼可见，有些功夫埋在角色里。为简单角色做足复杂功课，是杨紫完成的另一场演技升级。这些当然是杨紫过去1年的高光时刻，但最打动我的时刻，在这里很多人说，从香蜜沉沉烬如霜的邓伦和罗云熙，天机之白蛇传说的任嘉伦，还有李现，都证明杨紫旺老公体质无疑。杨紫怎么回应的？她说这是他们自身的努力才有的结果，如果说是她带红的，对演员不公平。这一刻的杨紫何以光彩夺目？不为别的，心存谦卑，才可能持续进步。流量不能证明流量明星的票房价值，演技出圈才能。回到一个基本问题，流量是什么？或者说，流量对一部作品价值在哪里？
过去人们的理解是热度，是关注度，是粉丝基数，没有错，这当然是流量的题中之意，但只是如此。2019年这些头条顶流的高光时刻却带给我们另一种答案。流量的意义也可以是执着，是孤勇，是清醒，更是在乎。在乎自己的角色，在乎一部戏的成败，而这种在乎就是国产影视未来的底气。说到底，为什么我们急切地希望看到流量明星突破，看到进步？因为只有专业化、有演技的流量和流量化的演员，才能完成流量江湖的迭代。不是让粉丝为流量买单，而是让新一代演技派流量将观众情绪被一点点带入到主角那个世界，积攒到要爆炸的节点之后，一切水到渠成。无论谁演，流量只是标签，最根本还是一个字：人。2025年优质顶流表演最牛的地方在哪？无他，在于让观众见人。说句狠话，过去许多国产片拍流量，其实并没有把流量当人，而是当成工具、数据。观众买单了吗？一开始还能上几次当，学聪明了就不上当了。但在少年的你、陈情令这些故事中，刨去那些勾人的故事本身，你真正被打动的，还是那些有个性、有温度、有质感的人。今天的影视圈，单纯的流量价值不断缩水，变革到来，前浪如何守住自己的滩头，后浪相继上岸，如何继续前行？看杨紫、周冬雨、肖战、李现就知道了。这些顶流们正在不可挡的后浪中持续发光发烫。发现了吗？不是流量证明了他们的价值，而是他们用演技圈粉，又凭角色破圈，最终反过来创造了更高的流量。流量本质介于偶像和演员之间，它既承载着粉丝对完美人设的期待，也承载着来自大众审美的压力。过去往往二择一，如今却是二者兼得。不放弃流量价值，又花时间沉下心打磨演技，不破不立，流量洗牌还在继续。但新一代流量们学会了提升演技资质，踏实的稳扎稳打，为演技派流量探索拓荒。这甚至不是几个流量自己的事，而是国产影视的事，是一整个娱乐工业的事。过去我们往往为流量惊叹啊，这些名字放一起，这得多少亿流量？但经历了2025，我们才懂得，流量不能证明流量明星的票房价值，因为流量如沙滩，终究有限。而流量真正的价值在于出圈，因为出圈如涨潮，那海浪广阔无垠。说到底，流量明星凭演技演出的经典角色，带出的全民回忆，才近乎无价。2025年，优质流量这杆大旗，他们能扛住吗？但我可以肯定，走这条路，这些新流量们不会后悔。